眼前这个墓坑便是河南省安阳市的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中唯一开放的墓坑，墓主不是别人，便是商代那位著名王后妇好。这个名字还有个争议读音，读作父子。她在生前是一位勇武善战的王后，代表着殷商王朝的辉煌一面，而她的墓坑周边还埋藏着无数殉人，那是殷商王朝血腥的一面。如今这处遗址群已经被建设成了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同时这里还是甲骨文的发现地，属于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文化遗产。殷墟博物馆来都来了，当然不能错过这处宗庙遗址，所以跑安阳的时候，我们也来到这边逛了一圈。而本次的同行人便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南希了。我们是2024年10月过去的，附近停车场空位不少，很好停，价位我给各位拍下来了。现在我们准备去找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了，结果我们俩找了半天没找着，后来发现其实它在马路对面呢。然后我们沿着环河继续往前走，中途能在河的对岸看到我们之前去过的殷墟博物馆。再走上一大段，终于来到殷墟宫殿宗庙遗址的入口了。票价如图所示，个人觉得联票划算一些。此外，附近还有导览图，可以初步做个预览，看看有什么感兴趣的。走进去之后，我们能看到很多复原的车辆，这些不是文物，没什么可说的。但这些车辆的后边就是凹字形宫殿基址，这个很重要。考古人员在遗址的北侧、西侧和南侧各发现了一排夯土基址，推测原本是3排贴近的建筑，他们将这些消失的建筑推测为宫殿宗庙类建筑。现在我们准备去妇好墓了，一路走过去就远远看到了妇好的雕像，它的旁边就是妇好墓的参观入口。这个乍一看像是文保牌子，实际上不是，它只是安阳市政府立的标识牌子。现在我们准备下墓参观，开场看到的是妇好墓的发现及其意义。它是在1976年被考古工作者正式发现的，后面是妇好墓的随葬品分布层，这边的出土文物可太丰富了。之前在殷墟博物馆现场给妇好墓单独分配了一个单元，到了这边居然还有剩余。现场的文物包括3个不重样的青铜箍，还有各式各样的兵器。毕竟妇好生前很勇武，所以少不了杀人的兵刃。后面几个柜子的文物大致看了看，还是酒器居多，其余的就很少了。下面我们准备下楼看展，在这个阶段我们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工具以及风格各异的玉器，这些基本都是礼器。最后还有一些零散的乐器，礼乐不分家嘛。最后我们走进墓室里，墓室的四周给各层的随葬品做了一个分层的展示，对应了初始的分层状态。而正中间就是被各类青铜器所环绕的那个墓坑了。别看这个墓坑不起眼，当初这里出土了上万件的文物，它也因此进入了我们的历史课本。现场还保留了一大堆贝币，官方记载的出土贝币数字是6800多枚。如果你仔细看，还能在这个墓坑的外侧发现很多零散的遗骨。以上这些想来是依原样复原后给游客看的。现在我们离开妇好墓，一路往外走，然后就在路的左手边发现了丙祖基址。这边共发现了17座夯土基址，以及大量殉人、殉犬、殉羊之类的遗骨。此外还有一些零散的牛角、羊头以及兽骨。所以这个地方的属性已经很清晰了，它就是商代祭坛的遗址。走到深处之后，发现有那么一处沙地，而且还是允许进去的。我这还纳闷为什么这片遗址区允许进去参观呢？然后我们沿着边上的路走到对面之后，才发现这边原来是一处实践基地。刚才那个沙坑就是模拟考古探访区，难怪不限制游客呢。周边还有个价目表，只要多花钱就真的能给你掉落心仪的宝物。下面我们准备奔向甲骨教学展厅，其内部所展出的是 YH127 甲骨教学，这也是历次发掘中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所以它意义非凡。现场除了复原教学场景之外，还用声光电把很多甲骨文字投射到坑里了。周边墙壁上的展牌记载着此处甲骨教学出土的始末，它是在1936年被发掘出来的。
因为体积比较大，所以被整抠出来，整个运到了南京，然后再开箱，并由留守人员集中处理。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也有了很多全新的发现。因为甲骨上面所镌刻的是商人的占卜成果，专家通过这些文字便可触窥几千年前那些商代人的生活日常。现在我们从展厅的后门出去，就来到了北祖宗庙祭祀坑，如今只剩回填的痕迹了。当初考古人员在这边一共发现了几十个祭祀坑，以及200多个被砍了头的殉人，说明在商朝，奴隶只是耗材，和牛马也没什么区别。紧挨着它的就是乙烯遗址，这边的祭祀坑是当初商人建造宗庙时埋进去的殉人和牺牲，给建筑奠基剪彩都得杀几个奴隶助助兴，这也是没谁了。它的左侧是甲六基址，这次总算不杀奴隶助兴了。本处所发现的遗址是一片很大的夯土基址，这是宫殿夯土建筑的遗存。附近就是甲12基址，现场还摆了很多红墩子，这不像是乱摆的，像是能对应原有的住处痕迹。那么现场的2座建筑一共就是面阔7间，进深3间，另一座则是面阔8间，进深4间。可能以前都是面阔9间，但是一部分柱子连残迹都不剩了，就变这样了。以上这些都可以归入甲祖遗址。从这儿再往前走，就来到了1号灰坑。这是一个长7米、宽4.4米、深5.1米的大坑。考古人员在这个坑内发现了200多件文物，包括陶器、石器和骨器等。放到今天，这些都是珍贵的文物，但在商人眼里，这些都是不要的垃圾。我还特意查了查，发现灰坑就是放生活垃圾的地方。那我们如今扔的垃圾，如果能保存到3000年以后，那也是珍贵的文物了。现在我们准备往外走了，沿途看到一片甲骨文碑林，这是我在历次旅途中见过的最有特色的碑林，而且你无需担心看不懂，因为它的背面就是正面甲骨文的译文。越过碑林就是车马坑了，现在我们准备进去看一看。这边一共展出了6座殷商车马坑遗址，而且保存的比较完整。其中的5个坑都有殉葬的马，4个坑有配套的殉人，都是成年男性，想来生前就是这些车马的司机了。最后我们奔向殷墟老馆，这入口走起来像是迷宫一样。它内部最主要的节目就是一个名叫大义商的演出，当时还在试运营中，具体演出的则是妇好王后的那些往事。听很多安阳当地的朋友说，这边曾是他们的童年阴影。老馆的展出内容非常大胆，绝不像新馆那么伟光正。不过现在这边没什么文物了，除了刚才的大义商演出之外，只剩一些声光电的互动项目了。至此，我们就彻底逛完了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它真正的看点其实就是妇好墓、车马坑等有限的几处。至于地面遗址，要么是回填的，看不出什么痕迹来，要么只有遗址，仍然看不出什么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亚长墓其实也在附近，距离妇好墓非常近。那么它有可能就在附近的某个采板房下边。因为考古工作还在推进，所以它目前还不具备对外开放的条件，未来慢慢等就是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有更多沉埋的秘密在安阳城的地下觉醒，并逐步走进我们的视野里。每一件出土的器物都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密信，它们记载着从蒙昧到觉醒，从野蛮到礼义，从部落到王朝的变化过程。中华文明不是凭空降下的礼物，而是在这片土地上经过无数个春夏秋冬的孕育才生长出的参天大树。只有在殷墟的黄土之下发现更多过往的枝叶，我们才能在未来的旅途中目睹到更加完整的商文明图景。看到这里的朋友，欢迎点赞、收藏、加关注，和徐工一起读城，一起旅行。